而那黑衣男子松开白衣女子的手，去看蓝忘机，公子无事吧？别怕。蓝忘机悄悄收回灵力，朝黑衣男子点点头，见他容貌很是亲切，于是低声道谢。白衣女子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笑了，这位公子倒是生得俊，我家儿子最近总念叨他新认识的一位朋友，也说他如何俊，我想他若是见到你，估计也会惊艳的。蓝忘机看着他的笑容，没来由的居然有些紧张。不过是个凡人，怎么你们龙族为了他要得罪不夜天吗？王灵娇已经萌生了退意，可他修为极低，又被两人盯着，根本无路可逃，只能拿温潮来仗势欺人。王灵娇见这两人听到温潮的名字，眼神动了动，以为有戏，立时挺起了胸脯。这样吧，你们把这个凡人交给我，我也不会把这件事告诉温潮公子，如何？你滚蛋！你这个一身狐臭的低级狐妖，连狐狸精都不配当，还拿温潮来吓唬我们，小心我喂你吃凳子腿哦！一道黑光从半空中落下，看到蓝忘机时，顿时冲了过去。啊，狐狸哥哥，我想死你啦！你是不是也很想我，所以来找我的呀？还是你身上的味道好闻？蓝忘机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暖烘烘的怀抱包围。他看着怀里不断蹭着的小脑袋，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的小龙角。蓝忘机注意到面前几个人一言难尽的表情，还有那紫龙化成的少年目瞪口呆地盯着他们，拍了拍怀里抱得紧紧的小黑龙，喊了句魏婴。小黑龙这才松开手，转过身面对着已经准备好审问的两人。藏色散人知道自家相公比较腼腆，看了一眼蓝忘机后，挤出一个自我感觉最温柔的一个笑容来。阿英，这位是阿娘。阿爹，这就是我说的蓝二哥哥，他叫蓝湛，他可厉害了，他有9条尾巴，不像那边那几个又臭又丑尾巴还少的狐妖，而且他弹琴好好听，剑法也特别强。蓝湛，你干嘛拉我？我不是在夸你吗？魏无羡转头疑惑地看着一身布衣的俊雅男子。咦，蓝湛，你墨额呢？蓝忘机叹了口气，施法恢复了原本的着装，碧尘也握在手里。他十分郑重向藏色散人与魏长泽行礼，心里莫名更加紧张了。藏色前辈、魏前辈、晚辈蓝忘机是魏婴的朋友，他是2000年道行的九尾狐，出身云深不知处，又修了仙身。他的气息一出，王灵娇以及他的几只手下狐狸精统统都跪在了地上，有2只甚至都变回了原身，瑟瑟发抖，并散发着不好闻的气味。江澄皱眉，干脆施法把他们全都打晕了，并把他们都捆了起来。闻到这味道，魏无羡立刻嫌弃地扯住蓝忘机的袖子捂鼻子，并在旁边补充，是最好的朋友，我们都睡一张床了，我还把龙鳞给了他呢。这下不仅是魏长泽夫妻脸色变了，连江澄都冲过来指着魏无羡道，魏无羡，你怎么能把自己的龙鳞随便给别人？还是狐族的，狐族的怎么啦？江澄，你不要插嘴。魏无羡瞪了江澄一眼，都不想理他，然后对藏色散人道，阿娘，你不是说龙鳞可以给自己喜欢的人吗？是我不小心把蓝湛的毛毛弄伤了，而且他长得这么好看还救了我，我喜欢他，难道不可以给他我的龙鳞吗？蓝忘机看了他一眼，忍不住伸手抚了抚胸口存放龙鳞的地方。藏色倒是没觉得有什么，走上前摸摸魏无羡的头，对蓝忘机道，原来是云深不知处二公子韩光君，我们家阿英前阵子多亏你照顾了，说起来也是我们的不是，我和长泽成亲几千年才有这么个儿子，难免溺爱了些，听闻你们云深规矩比较多，若是阿英调皮有所冒犯，那我代我家阿英向韩光君致歉。蓝忘机赶紧回礼道，不会，严重了。魏婴很可爱，只是这龙鳞。藏色散人及时拉住了想要说什么的魏长泽，我们一直觉得阿英年纪小，所以不曾和他明确说过龙鳞与人的真正意义。不过韩光君也不用将龙鳞还给阿英，既然是送出去的东西，也断没有收回的意思。况且我们这次也想带着阿英去拜见一下你叔父，有要事相商，不知可否一同前去？啊，爹娘，你们要去云深不知处？蓝湛，你这次要不要请我回去呀？魏无羡原本想趁这次机会带蓝忘机在自己屋里转转的，没想到爹娘居然直接要去蓝忘机家里。正好他原本就打算带父母去云深看看他喜欢的狐狸哥哥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梦想成真了。
江澄更气了，魏无羡你居然让一只狐狸骑你，你是一条龙。魏无羡更懒得理他，你还是把这几只狐狸带回莲花坞，交给江叔叔处置吧。快走快走，我们有正事儿呢。魏长泽拍了一下儿子的小脑袋，怎么说话呢阿英？阿成，你先回去吧，这封信替我交给风眠。这次我与夫人面见师父知道了一些事，事关对付朱雀，需找兰家帮忙，就先不回去了，替我向你父亲问好。江澄接过信件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头答应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最后四人到达云深不知处的时候，魏无羡还悄悄问他的狐狸哥哥为什么不骑他，最后被看不过眼的藏色散人强硬拉走。蓝忘机先与魏长泽去见蓝启仁，而藏色散人则先拉着儿子说悄悄话。阿英，你是不是喜欢蓝忘机？魏无羡狂点头，当然啦。阿英，娘亲说的喜欢是像阿爹阿娘这样，心中只有对方，希望对方开心，想要和他成亲一辈子，和他在一起，不是他就不行。这样你才能把龙鳞交给对方。我听说蓝家的墨娥也是一样的意思，非命定之人不可触碰。魏无羡慢慢张开小嘴，有点呆地看着藏色散人，不是他就不行，一辈子和他在一起吗？藏色散人摸摸他的小脑袋，是呀，阿英已经300岁了，要想想你对蓝二公子是这样的感情吗？魏无羡摇摇头，我不知道呀。藏色笑了，没关系，阿英这么聪明，一定可以想清楚的。魏无羡慢慢走到了蓝忘机的住处静室，走进去，坐在自己曾与那人一起睡过的床榻上，靠着床沿，小龙爪一下一下地挠起了柱子。蓝忘机的床是很珍贵的红木所制，论坚硬已经是木中上乘，可魏无羡的小龙爪这么抓也抓出不少木屑来，一茬一茬都落在蓝忘机的床头，床柱上也多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小爪印。魏无羡浑然不觉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我到底是不是喜欢蓝湛呢？我和江澄还有师姐都是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也很喜欢他们，但我才认识蓝二哥哥几天，我就心里一直惦记他，这好像跟对江澄和师姐完全不一样。我喜欢跟别人说蓝湛有多好，喜欢看蓝湛脸上露出不一样的表情，喜欢跟他捣蛋，又希望他对我好。我喜欢带着他飞，喜欢他抱我，喜欢他身上香香的味道，我就是喜欢跟他在一起，这和别人都不一样。魏无羡越想眼睛越亮，手上又挠了2下床柱，然后他露出坚定的表情，啪的一拍床柱，没错，我就是喜欢上蓝湛了。我决定了，以后要做他的道侣。然后魏无羡就感受到了，床柱上的木屑落在了自己的手上。啊呀呀呀，我怎么把蓝湛的床柱挠成这个样子了？蓝湛看见了不喜欢我了怎么办？魏无羡赶紧跑到门口，小脑袋往远处眺望，确定没有任何人影，这才偷偷摸摸拉上门，跑回床前，苦恼地看着那根满是小爪痕的柱子。